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前几天呢，做了几个拼布的视频哈，有朋友看到以后呢，给我留言和我说啊，还有一个方法做拼布啊更省力，而且做好的图案呢也更整齐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这个方法做了这样子一款垫子哈。这个垫子的中间这个拼布呢，就是用这个方法制作的。这个方法啊，确实效率更高，它呢更适合做大型的拼布，比如说像这种垫子啦，或者是桌旗，还有床上用品那种特别大的。今天呢，我就把它的制作过程分享给您。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拼布用到的材料哈，这儿呢是2份材料，黑的和白色的呢是5厘米的宽度，那这3块呢是3厘米的宽度，它们长度都是一样的哈，55厘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根据这样子的排列，把它们呢组成2份。现在呢，我把2份材料都拼好了哈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分割。我们以这条边为基准线，那这个角度呢是45度。然后每个布片呢宽度是5.5厘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分割开哈，这2份材料一共能够分割出10片。现在我把10个布片呢剪裁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以这样子的顺序哈，一一把它们组合起来。现在呢，我把整块拼布做好了，我们把多余的部分剪掉哈，留一个长方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做靠垫套。靠垫套的尺寸和做法，朋友们呢可以参考4月26号的视频。现在啊，靠垫制作好了。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呢，特别适合我们做大的手工作品，这样子很省力，也很省时间。那大家能够想象吗？用之前的这个方法，我们把小布片拼成一个很大的手工作品，其实是非常耗时耗力的。但这个方法的好处呢，是我们能够利用手工当中这些碎的小布片来拼制。第一也不浪费，第二呢，创作空间也很大，而且过程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和大家分享一个题外话哈，拼布在我们国家其实历史是非常悠久的，唐朝就有了，只是那时候呢，人们把这种工艺叫做百纳。古人啊，把真丝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拼制成衣服啊，然后手绢啊都有哈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请您帮我长按点赞，对我的视频呢一个强烈的推荐。咱们下期再见。